上个视频我们说到我从出租房里搬到了村里的院子，高兴之余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在院子里种了一大堆的蔬菜，但是万事哪有一帆风顺呀？就当我给那个菜地浇水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。我发现这个井水啊，有时候浑浊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这种水井压出来的水非常清澈，非常的甘甜，就可以直接到饮用的那个地步。但是最后我发现了，好像和这个天气有关，就是遇到下雨或者阴天的时候，它这个水特别的浑浊，平时还好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这也达不到饮用的标准呀。于是我联系了房东，房东也是思考了一下，这样用水不方便啊，达不到饮用的标准。于是我俩准备在屋里打一个井。这边冬天比较冷，大多数人家都是把井打在屋里，这样冬天它不会上冻。第二天打井师傅就上门了，大包小包的，还带着打井的工具就来了。其实我挺喜欢在村里，这是周围的邻居，他们听说，家里要打井，都主动围上来要帮忙。现在我们就是在安装这个打井的这个工具。这个光头的是我的房东，挺和善的一个人。管子。发现管子安装反了，哈哈，这样就对了，很轻松就安装进去了。现在从外边取出几块砖，把这个砖垫到这个塑料纸底下，让那个塑料纸中间凹下去，一会儿往上加水的时候，这样水就不会漫出来。打井师傅也是换上了防水的水鞋。有点防水鞋，你不用整那底。我了吧？我这样的给我捅上，这个给我拿。现在就是把刚才的那一节加一根长管子，伸到这个底下的他脚底下的那个洞里边去，一会儿要往里边加水，这样反复的循环这个水。来水吧。加水。现在要往里边加水了，因为我们都不懂，一开始加错了，加到这个里边。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加到他脚底下的那个洞里边，因为只有这个年龄大一点的师傅，他才是整个事件的主导人，所以说都要听他的。还来呀？这样把水加进去，然后那个师傅就一直往里边踹，一直往里边打井。这个水是刚才那个底下的那个塑料纸来回循环的，所以说要一直往里边加水，直到它可以循环起来，把这个水。水在这里的作用其实就是软化泥沙，一直把这个沙子给抽到蓝色的桶里边。等它把这个水管彻底打下去的时候，就把它卸下来，然后再加一根新的水管，这样反复循环，就可以一直把这个水管往下打，直到打到水层就行了。头发长能够着吗？对。没穿短。
开广告，不是开广告，我拍下来拿去了。这个水拿去了。你过去吧，你过去我来。打井也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儿，一直往里边提水，一直往里边提水，感觉我的手都木了，大约提了20-30桶吧。经过2小时的奋斗，终于是打到水城了。房东和老师傅去买水管了，我感觉这水管比我手臂还要粗。现在就是将这2根管子取直，然后用热水烫一下，把它们烫直。干好咱们都干好自己的活就完了。人家可有正事儿啊！你知道人家整好挣多少钱呢？现在这一头就是井最底下的那一节，在里边打上那个进水孔，然后用那个纱窗给它包上，这样就可以防止石头子之类的东西把那个水管的那个进水口给堵住。现在已经把管子给下进去了，从里边引出来一根管，然后继续用那个压水井给压，把里边多余的那个残存的那个沙粒子全都抽出来。老师傅说，刚开始不能用水泵，必须用手动的把它抽出来，因为它水泵的那个力不够，必须要用人工的，要一直压。就过水。忙活了一上午，终于要用水泵给抽了，要把底下的那个泥沙给它排空，抽到清水为止。这个井越抽越轻，时间可能要达到10几个小时以上。现在是抽了4个小时的样子，感觉已经非常清澈了。已经6个小时了，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清澈度，微微有点浑浊。现在已经是凌晨4点了，我感觉这个水已经完全可以直接不用任何处理，直接饮用了。